大家好，我是于超。我不知道这个声音怎么样，我稍微等一下，我把我的节目到处贴一贴，然后别人可能有那什么啊，继续没吧，库库鲁姆库库罗，あけしゅいまついしんじ、だらだらdi。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啦滴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滴，哒哒哒哒哒啦滴啦哒啦哒滴，哒啦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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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啦哒滴滴滴，谁谁呀？哒啦滴啦哒哩哒啦，谁谁呀？哒啦滴啦哒啦哒滴，谁谁呀？哒啦滴啦哒哩哒啦，谁谁呀？哒啦哒哒，哒滴啦哒。有人上来没有？这自弹自唱的，继续没吧，库库鲁姆库库鲁。明けしゅいまついしんじ、明けしめばくくるむくくる、ドラディドラドドディラドラドディ。我师傅啊，宇宙主佛李洪志先生呢，在最近这个风暴之中，再次给全宇宙指出了这个方向。当然，我们大法弟子呢，就更应该在法上认识法。这个，我师傅发了新经文叫法难，我今天就评论一下这法难。我呢不是按照他那个文章顺序来评，我呢是这个按照自己这个觉得什么重要哦，觉得什么重要来谈。我师傅在这个法难里边啊，他提到就是说那些小演员还有他们的父母呢，都是自愿的去反迫害，神韵就是反迫害，那么他们都是自愿参加反迫害，所以呢，就是说美国政府要因为这个在处罚神韵，美国呢还是美国吗？对不对？我们这个宇宙主佛像东北这个那什么一样，说还是美国吗？所以呢，我先分析分析这个，就是说人家自愿的去反迫害，所以呢，神韵就是在反中共迫害，堂堂正正，对不对？我们全体都参加反迫害，大人小孩齐上阵，是不是众志成城？就跟这个中共的这个迫害势不两立，中共迫害存在一天，我们反迫害就要存在一天，多么正啊！气贯长虹，对不对啊？泪如雨下，主佛。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哈，大家如果去上我那个推特的话吧，我推特上面有一个自己的那个什么，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讨论区，就是自己的叫什么玩意儿啊？叫自己的社区。这个社区呢，我说进这个社区有一些规则。那么规则首先就是能够区分事实和想法，然后呢，在事实上面呢能区分知与不知，在知与不知之间呢，你能提出高质量问题，然后呢，就是你要那什么，你要那个懂得如何使用啊主语、谓语、宾语、状语、名词、动词。你使用它之后呢，你就可以说清楚谁对谁做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做，在什么时间做。然后有人就觉得，哎，于超，你这个是太那个咬文嚼字了吧？今天我就现场演示一下，就是主谓宾、定语、状语、时间、地点。我的师傅啊，宇宙主佛李洪志先生呢，在这经文中说这个神韵的小孩
和他的父母全是自愿的，觉悟高，是不是？这不是原话啊，我解读一下，觉悟高。然后呢，这个来反迫害。其实这个里边呢，它的名词呢就是小孩和他爸妈，动词呢就是他们这个来反迫害，是这样吧？参加神韵反迫害。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名词和动词用的不对，为什么呢？我们并不关心这个小孩和他父母他们做什么，我们关心的是你宇宙主佛对于小孩做了什么。所以主语是宇宙主佛，宾语是小孩，然后呢，你对他们做了什么？这个动词我们要打一个问号。我们姑且先按宇宙主佛说的，小孩和这个他父母进来的都要反，都是为了反迫害。其实这就少了一个时间状语。他什么时间？12岁进来的时候，人家想反迫害，在你那里边待了2年，14岁的时候，人家还想吗？待到18岁的时候，人家还想吗？人家现在三十几岁奔40了，想起当年，他还想吗？所以这个时间状语就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说，你们要看我的那个，就是推特社区啊，那里边就是说你要懂得使用名词、动词、主谓宾、定语、状语。当然，如果补语的话也比较好。其实这个状语和补语说的是 context， 状语啊说的是 context，context 比事实本身还重要，因为事实的意义是在 context 之下才能体现出来的。这个实际上我以前多次做过节目谈这个问题。我发现华语社区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特征啊，就是这些人说不清楚话，这些人他自己想什么他都不太清楚，他这个更多的像一个发声器官，更多的像发声器官。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我在就是推特上面最主要的动作就是封锁。封锁。我不太花时间去跟人太多的争论，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持续学习自我教育是自己的那什么，我不替他人的教育负担责任。那个，所以呢，这个法难这篇经文里最主要的，我觉得应该分析的一个句子的主语、谓语和宾语。我们宇宙主佛呢，他上来使用的主语、谓语和宾语呢，已经把这个话题给放到一个有利于他的这个讨论场景中了。人家说啊，你这不是反迫害，你这什么？我承认，我姑且承认那就是反迫害。人家小孩反迫害，你对这个反迫害的小孩做了什么呢？你做的事情就是迫害、剥削、人身自由的限制，然后情感上的虐待，然后思路上的这个操纵，你不是罪大恶极吗？宇宙主佛。所以我们只需要简单的把这个名词、动词，是吧？主语、谓语、宾语列出来，就可以知道你宇宙主佛干了什么。现在美国政府调查来调查去，他调查的是那帮小孩干了什么吗？他们调查的是，至少现在调查的是法轮大法洗钱烈士关卫东干了什么，对不对？关卫东干的那些事儿，他的顶头上司这个唐中知不知道啊？是不是？然后唐中这个在主佛面前有力的这个竞争者大红人曾勇，也就是化名方伟的这个美国保守主义华人大祭司，他知不知道？你们这帮人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觉得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美国政府他已经知道一切的一切了。我现在就看着美国政府到底打算怎么去一点一点把你们这个揭开，或者啊，那个美国政府真的就是放你们一马，那就各位轮到我于超啊，那美国还是美国吗？美国还是美国吗？那美国还是美国吗？我早知道这嘎掉出事，我就是不说。我也得练练东北口音了。我早知道美国这嘎掉出事，我就是不说。美国是不是会是美国呀？我们就要看一看下面美国到底怎么处理法轮功长久以来的这些种种罪行。所以呢，就是说我回应宇宙主佛那个说什么那些神韵的孩子和他的父母都是那个
积极的、主动的、自愿的、自愿请战，领导首战必胜，首战有我，就是那个嗷嗷叫，就你看那个中共说的军队的时候，同志们那个求战心理很强啊，嗷嗷叫，你主佛还以为你能左右的这个手下的这帮孩子替你站出来那什么吗？你想没想过他们会成年呢？你想没想过他们成年的时候会想到你曾经对他做过什么呢？所以主语是主佛，我们慈悲伟大的主佛对这些这个孩子们反迫害的孩子们做过什么？对这些上山坚定的说要注释正法，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跳舞，你把舞跳好了，你什么都有了，是吧？这话主佛你听着熟吗，师母？你要不熟，我于超作为这个你们按王志安说法核心弟子，我作为王志安所称为的核心弟子啊，提醒你们，你夫妇俩一下，你把舞跳好了，什么都好了，然后把人家一脚踢开，什么生活技能都没有，伫立街头，四顾茫然，多少神韵孩子是这样一身伤痛，现在还带着这个种种的这个伤害，就是身体上的伤害，然后呢，经历了那种四顾无援，是不是？2012年前后吧，还是2014年前后，那个台湾的那个人下山了，直接就在台湾的那个他自己汽车里用废气自杀了。然后你又拿这个案例说下山的下场就是这个，又恐吓孩子，对，孩子是反迫害了，你对这些抱着纯真的心反迫害的孩子，你做了什么呢？宇宙主佛，这正是美国政府想知道的事情。还有呢，被你称为反迫害的这个动词，是不是反迫害呢？我们要区分名词和动词。这个英文里边有个词叫 be 动词，be 动词是描述这个人的状态，而动词呢是描述这个人的行为。那么我们把这个语法教学就挪到现在的场景中来，那些孩子他们做的动作，按你主佛说是反迫害，但按照我说，就是在你主佛的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的时候，他们必须在某个时间点到达某个 GPS 坐标，然后呢，可能需要连续一个司机连续开车30个小时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完全是危险驾驶，危害公共交通安全，你知道吗？主佛，我全都替你想好了，动词、名词、时间状语。全都替你想好了，你自己不说，我帮你说，你知道吗？老子到处说，老子到处说，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个孩子们是这个反迫害啊，当然我是按你主佛的话说，我不承认他们是反迫害，我说他们是在你主佛高压这种摧残之下，在包括李维纳、刘伟，可能没准还有古韵，最近我听说古韵了，在内的这个思想操纵和这个甚至是人身威胁之下，他们把姿势摆成某个姿势，笑容摆成某个笑容。那这个这个动作他们是做了，但他这个状态是什么呢？状态我个人觉得是为奴、舞奴、童工、儿童奴工。所以呢，就是说他们是自愿为奴，自愿很有可能，自愿很有可能。就包括现在那个神韵，包括现在那个什么项目中的，他们可能还是自愿，因为你们给他开这个礼拜六那个什么呀，大家交流啊，交流你要内容是什么呀？师傅不欠你的呀，你得说出来，你自己说，你得自己说，你自己不说，马上你可能就当场在你已经被他们耽误了3、4年，你已经失去了在社会上谋生能力的情况下，被他们踢出去了，你不得不说，是不是？而且你又怕下18层地狱，因为听了于超的，哎，宫里别掺点什么进去，对不对？然后下地狱，我另外空间世界那什么了，然后你就说，哎，那是那个于超的，那不是那个是师傅那个不欠我们欠师傅欠太多了，欠太多了。于超这孙子，
日本太君说了，良心大大的坏了。说起来，这个日本太君对中国人这个谆谆教诲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持续100年，仍然是这个非常有那什么。你比如说我师傅李洪志出身的那个满洲国嘛，对不对？那个日满侵占的时候，日本人早就看出来了，你得良心得大大的坏了。我就觉得这个，当时日本太君呢，那个要是早点对我师傅他们那家的那个施加以这个黄道勒土的这种那个什么呀，没我师傅就这么多人就少受那么多罪，所以还得怪到日本人身上，你知道吗？当然了，就是说日本人没干的事儿，今天我于超这替日本太君来教育教育我师傅。那个，我师傅呢，他试图就是把这些孩子们呢和他们的家长拉到自己身边做挡箭牌，非常像美国特种部队要那个杀那个本拉登或者杀那些那个什么叫扎什么来了，扎主佛吧，要是叫好吧，阿拉伯扎主佛，那个美国特种兵杀那个阿拉伯扎主佛的时候，他把孩子和那个几个媳妇儿之一挡在自己身前边。现在主佛干的就是这种那个阿拉伯恐怖分子干的事儿啊。你知道美国政府要追到你这儿来了啊！你把这帮孩子拉到你前面当人体盾牌来了，那得了，那我先趁着那个美国那个司法部啊、DSS 啊，包括什么这些部门还没找你的时候，我先把孩子从你前面拉开吧。人家给你当那个童奴已经当太久了，别再给你当人盾了，你说是不是，主佛？您放心，我作为真修弟子31年的大法弟子，会忠诚的陪在您身边。您不是想把我送进联邦监狱吗？咱俩在联邦监狱里见面。那个，我说到哪儿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他们情况第一是为奴，be动词是为奴。那个前面呢有一个状语，我们主佛加的，我觉得我一定程度上同意的，自愿就说明2件事情，你知道吗？第一个，我们要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这个自愿，你知道吗？美国政府这个什么 DOL 劳工部，或者是 DSS，或者是 CBP 是你2024年3月28号，你手下的那些媒体追打 CBP， 而且动用你所有的这个在全美国的这种政治关系，找了4个州的这个联邦议员去写信给国土安全部质问这个 CBP 警官是不是和中共有联系，这不是你3月28号干的事儿。在6月2号就抓捕你手下那个什么的时候，这个财务总监的时候，CBP 也提供了宝贵协助，这是司法部的那个文件里边说的。所以呢，你以为你在美国当个土皇帝，你就能脚踢南山猛虎，这个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了？你就是龙泉寺一个土皇帝，你知道吗？你被张尔平这帮人灌迷魂汤捧的已经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你知道吗？别说美国了，你就我一个于超，你能拿我怎么样？我就想问你一句：你2021年8月30号那个猛贺之后，你想得到今天2024年6月5号我在这儿做节目，而你手下的这个重要的 CFO 高级管理人员已经因为洗钱被抓了，你想到了吗？我于超你都摆不平，你还去跟那个 CBP 那儿追打去呢？你真的是不知死活！我告诉你，你知道美国我们美帝是新罗马，你知道经营全球，军事基地都遍布全球啊！你在美国这个龙泉寺当一土皇帝，和那派那李忠和那个 Middletown 的那些政府官员觥筹交错，然后那个 Middletown 的那个1块钱送你神运一个楼，你就觉得买通了。你充其量你是和村干部喝过酒，吃过炒鸡蛋，你说你说是不是？你还追打 CBP 那联邦那个执法机构去了你？我说话扯得有点远。这个从美国政府看这个自愿为奴这个事儿啊，美国政府只看这个为奴的事实存在不存在。
他不管这个为奴的人自愿不自愿。如果真的他管这个为奴的人自愿不自愿的时候，其实自愿这个状态恰恰说明了你以及你手下的爪牙对未成年人的 manipulation 思想控制，你知道吗？这个思想控制本身对儿童就是一种折磨和伤害，这只能给你再增加一份罪名。好了，这是从美国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自愿和不自愿的这个问题，因为美国人只看你当时这个行为，它到底能被定义成什么？这个行为能不能被定义成现代奴役呢？在美国这个世界之自由灯塔，在纽约这个地区，竟然存在了长达15年的儿童奴役的情况。那个行为能不能被定成为奴役？这是核心问题。具体自愿不自愿呢？如果真的是自愿，也只是给你再加一个 manipulation 儿童的这个罪名，你知道吗？然后呢，咱们可以谈一谈这个儿童啊和他的父母，他那个自愿不自愿？反迫害人家是自愿的，受折磨人家是不自愿的。所以呢，这个动词就非常重要。所以我反复强调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那人家到底自愿什么？人家自愿反迫害，人没说来这儿自愿让你背那个练那个什么倒立的时候，把人小女孩倒着，就是为了折磨那个女孩，因为他那个家里穷，然后呢那个就是要欺负这些没人管、没人护的，从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受欺负最厉害的，然后扇他们耳光，扇的是那个回声都在整个教室里回荡。给13岁的小女孩吓得浑身都麻了，魂都飞出去了。他自己亲自写在他的推特上面的。人家自愿被你这样对待吗？当他挨嘴巴的时候是反迫害吗？还是被迫害呢？就你主佛你蛇蝎心肠，罪大恶极，你在这时候你还想那个用些狗屁文字来给你现在所能攥在手心里的这些弟子们洗脑。你手心攥得越紧，就像沙子一样，最后留在你手心里的沙子越少。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是乔治·卢卡斯在1976年他写的《星球大战》脚本里说的。这是那个公主对那个达斯瓦德说的。我9岁看那个，一直记到52岁，我记性好。现在，所以呢，我向您用这个电影台词儿来把您当做这个现代的达斯瓦德。但达斯瓦德没您这么胖。所以呢，就是说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我就靠这个，把你主佛的那个法难经文给逐一的瓦解。那么再谈时间状语的问题，这些孩子上山的时候，抱着非常纯净的心，说我要注释正法，我要跳这个舞，然后呢，让人们把这个舞给就是这个舞蹈传递出我们大法的这个精神，让人们知道大法的真相，让人们知道中国的迫害。他们是这么想的，的确是这么想的。但是进去1年之后，他们已经发现那是一个魔窟，所以你只提了他刚刚进来的时候的动机，而那个动机又是基于你画的大饼，基于你严格的限制信息外流，在那个神韵山上，班和班之间是不能互相串班的，人走是经常不能和这个同学这个告别的，而且走了以后你们诋毁每一个走的人，然后让那些还在的人觉得和那些人接触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事情。就可能使自己的这个修炼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使自己的天国世界遭到这个不可逆转的损伤。所以你阻挡了就是下山的那些人和在山上的人的这种沟通。那么就是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那么你对这些人呢进行这个思想上的这个操纵，这就是你在这个山上神韵就是长久的手使你的爪牙
对那些未成年的孩子做的事情。那么就是时间状语很重要，就是说他们在山上待1年之后，想法还是这种想法吗？待2年之后，想法还是这种想法吗？他们有的人把自己的状况告诉自己的父母，他们的父母不听，他们的父母不听，他们的父母说：“你要去那个什么，你要去这个向内找，你要听师傅的，一切都会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事实存在的情况下，孩子不愿意了，而父母还是按照我们玉州主佛的说法是自愿，父母在整个这个罪行中，可能也要负相当的责任了，可能也要负相当的责任了。所以自愿并不能使你免于法律的惩罚。你强调这些人自愿，实际上那些现在还能被你的话术所迷惑的那些父母，他如果承认当时孩子不愿意了，但是我还是愿意，他可能要为此负上刑事责任。所以我劝那些父母啊，你一定要三思，而再说出你当时的这个情况，你知道吗？因为你说出你自愿，是可能给你带来刑事上的麻烦的，可能给你带来刑事上的麻烦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准确的使用名词、动词、主语、谓语、宾语、状语的一个好处，一个好处。那么，当我们使用这个时间状语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什么呢？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孩子是抱着纯净的心上来，是自愿的。主佛说了，自愿的，在这刚开始那个时间点是对的。随着时间的延续，他们发现里边种种的这个黑幕，很多人就不自愿了，很多人就不自愿了。那么这个从自愿到不自愿，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最开始的时候，主佛通过这个限制这个信息的传播呀，对孩子和孩子的父母实施了欺骗。所以你的自愿里边暴露的是你的欺骗，而不是你这个行为的合法性。主佛，你遇上我算你倒霉，你遇上我算你倒霉。你在东北山沟里那点把字儿攒在一起的能力，你拿到我面前来用，这就叫把式摔立本，一摔一个准儿。不行的话，你再发经文再试，写一篇我给你拆一篇，写一篇我给你拆一篇。我这儿天挺晚的了，说实在的，我为了主佛操碎了心。那么分析完他这个法难中说的什么这些父母孩子都是自愿这个事儿啊，我再分析他上面说的什么那个洗钱那个法轮大法洗钱烈士关卫东路没有走正，你说路没有走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吗？你是不是想说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唐中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你觉得唐中不知道这事儿？其实你知道吗？现在关卫东啊，他可能一句话都不用说，事实足以定他的罪，事实足以找到他和唐中之间的联系，因为唐中是这个大纪元新唐人的总负责人 ，CFO 是高级管理人员 ，CFO 对谁负责啊？向谁汇报他的工作呀？不是向我于超吧？是吧？不是向我于超吧？也不是向张天亮吧？张天亮自称是认识这个关卫东啊，我不知道关卫东跟张天亮说没说过电子币那个销赃的事儿。那个 CFO 是要向 CEO 汇报的，大纪元新唐人的总的负责人就是唐中，唐中能脱得了干系吗？唐中在2019年跟我说那些几个捧习文章的时候，说那几个捧习文章每个标点符号都是您宇宙主佛点头，他才敢刊登的。所以唐中和你宇宙主佛是什么关系啊？和你宇宙主佛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你们在那些开会的时候说过的话，张尔平叫他们删，你说那些大法弟子是不是很听话的删了？你们也有这样的担心，很听话的这个大法弟子，可能不是全部，可能会有这个大法弟子啊，这一下悟性没上来，
手一抖给你们截了图了，你说这不是麻烦大了吗？所以我刚刚收到这样的信息，这人就告诉我了，说了，你看啊，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能给你们看截图，看截图就知道这是谁了，看截图就知道是谁了。这个人自称啊，就是说昨天白天，也就是6月3号，他这是6月4号给我的6月3号，群里呢有人讨论关伟东的事儿，这个是什么什么项目大组，你知道吗？然后这个近300人的讲真相群组突然禁言，而且所有的相关讨论全被删除，只允许管理员发言。管理员这个包括退党办和佛学会的几个人，你知道吗？退党办有一个人就很著名，叫易容，是那个哈佛毕业的，不过易容现在已经改名了，叫易中原。中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宇宙主播许诺了，说我们这个共党马上就要倒了，倒了以后呢，那当然我们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回国了，就是这再回中原呢，那谁做主啊？那你心里应该清楚，你大法弟子你应该清楚，你这个不清楚的话，那你这个神学根基上你就出了问题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易容紧跟主佛，马上改名易中原，你知道吗？只能易中原和另外俩人发言，300多人大组，所有的东西全给删光，你知道吗？怕你截图，怕你截图，所以大法弟子手一定要快，你知道吧？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赶快截图，赶快截图。为什么呀？你在他这项目中掺和啊，你不举报他们，你就是和他们的你吃他们的挂烙，你知道吗？你就吃他们的挂烙。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法轮功这里边啊，他们实际上是严密的盯着我这案子，你知道吗？严密的盯着我说案子什么时候开庭啊？进到什么进展？当然这也是公开的，但是并不是一般人你查于超案子的那个进展，你知道上哪查吗？你并不知道，让他们全都查出来了，全都查出来了。查出来以后呢，他们也知道，就是说我这案子呀，本来是准备5月29号开庭的，结果呢，因为某些原因又给推了，推到什么时候啊？哪天日子一清二楚，你知道吗？他们还想去那儿拍我呢，你知道吗？还想去那儿拍我呢。现在不少人都想拍我，你知道吗？不少人都想都讲我又要出名了。我从2000年开始出名到现在，一直都出名，主要是在我敌人之中出名，你知道吗？我认为这种出名是最值钱的，真的。我认为在自己敌人中出名是最值钱的，你知道吗？因为那说明你的战斗力啊，不是吗？那个那个，然后呢，他们内部的说法是什么呢？说于超啊，那天呐拎着枪就到那个神印周围转悠去了，坚信不疑，对这坚信不疑。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呀，他们一方面是向那个内部弟子啊，说这个于超是拎着枪到这个神韵周边转悠去了。你知道吗？现在连起诉我的警方，不是起诉我的那个检察官，警方给他提供相关的报告，那都是警方报告说那天我在哪儿，那天我根本不在神韵那块儿，我离神韵非常非常远，在另外一个州另外一个城市，因为当时那个宇宙主播大红人儿，那个华人美国保守主义大祭司那个曾勇正在查我地址，查到我前妻那儿去了，你知道吗？查到我前妻那儿去了。然后呢，正好我儿子这耳朵比较灵，听到了，赶紧密报我，你知道吗？然后呢，因为他总不希望他爸被卡车撞死吧，是不是？你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嘛，咱中国古有名训，在那个圣何塞那个2020年吧，2020年10月13号，那李伯健的那个未婚妻，不就是被一个69岁老头开着一辆 SUV 横过就4条车道，没准是咣的撞进路边正在吃饭的那个什么，我就看见那个女孩那个软软的头被旁边救的人抬起来，还是软的，又趴在又在地上，当场就给撞成脑死亡了，是不是？我于超虽然是坏东西吧，但是也不想被像麻袋这样撞死，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儿子虽然知道我是坏东西吧，
但是他也不小心看我像麻袋一样被撞死。当然了啊，人家那个官方说的那个老头是那个分不清那什么那个刹车和油门这估计也是大法神技，你知道吗？一般人能分清，大法神技，就这什么就得这个商人说了，死者业力大。对不对？业力大，于超业力大的没边儿了，你说是不是？没准100辆卡车撞我都难说，所以我在到处跑，车行10万里嘛。我们师傅说了，就是力追着他到处跑，是吧？那个说哪儿去了？对了，他们说我那个就拎着枪到那个神韵周边转悠去了，而且认为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你知道吗？我猜他们对那个执法机构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举报我的，因为在 FBI 的 Security Bulletin 就是那个安全公告栏给广播到我所在的那个郡整个的那个警方说这件事是 confirm 的。你让 FBI 来了一个怎么弄啊？烧鸡大窝脖，你知道吧？这北京土话，给弄到他一个大红脸，因为你把被神韵骗的这么一个错误信息当成那个安全公告板当成安全公告板那这个说 confirm 的这个内容，说就这小子这就是拿着枪来了，这 confirm 人家跟你说你就真的信以为真了，然后你还写在这上面，还广播到那个我们的郡去了，那你就等着在法庭上回答这个问题吧，对不对？那等着在法庭上回答这个问题，你说 FBI 会心里怎么想你？你说 FBI 会不会恨你？因为他知道你是故意骗他们的，不是吗？所以你这样一方面欺骗利用 FBI，一方面那逮着机会又追打这 FBI 的这个执法伙伴 CBP 啊，你这边骗 FBI，那边追打 CBP，你不是找死吗？我就心说主佛啊，当然主播都不知道啊，这是全是下边人没物证，没物证。那个法难说的是下边人没物证，我们手头缺钱，马无夜草不肥，是不是？人无横财不富，你这不弄点偏门，能发横财吗？是不是？当然这不是主佛说的啊，是我作为31年的法轮大法真修弟子，学了我师傅的法难悟性提上来以后，我自己悟到的，人无夜草不肥，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外财不富嘛，对不对？古有明训，是不是？我们师傅博古通今，我弟子也都跟着学会了，是不是？你要说你不能说我们法轮大法不好，只能说你这悟性没上来。当然，洗钱烈士这关伟东悟性是上来了，但是呢也进去了，你知道吗？就那个罗锅躺马路，死了也值了。罗锅睡马路，死了也值了。这是法轮大法弟子给我师傅卖命的一个基本的基本的人生轨迹。罗锅睡马路，死了也值了。我于超正好，就是说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嘛。我于超一直命硬，扛到现在，所以呢，就是和主佛就总是心连心，你知道吧？那个，还说什么呀？净瞎扯了。大家呀，就是搬着板凳来。我呢，这个面临4项刑事重罪起诉，1项刑事轻罪起诉，4项刑事重罪起诉呢，每项都是1年半到10年的刑期，你知道吗？1年半到10年，看看最后我判多少年吧。我这辈子真的从小打到大，真是进监狱，我把它当做一种叫做就是 retirement option，就退休选项。我觉得我真算退休了。监狱这地方其实挺安逸的，真的，只要你乖乖听话，对不对？我不像我在共产党监狱里边，我在美国监狱里边，我肯定乖乖听话，你知道吗？然后呢，结交这个豪杰吧，结交豪杰。然后呢，这个人呐，这个在什么地方其实都能活，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就是进入当下，对不对？基督教讲究的这个 endure with joy，就是说在患难中喜乐，对不对？那么这个埃克哈特托利讲这个进入当下，佛教中讲那个叫怎么就是观察这个境遇而不跟随这个境遇，反正都有很多办法。
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要进监狱，我真踏实了，我就是心如流水，这个什么那个如意了，是不是？就是心如这个心入这个流水三摩地了。samadhi 就是那个印度那个三昧的意思，对不对？心入流水三摩地，是不是？照见五蕴皆空了，我就。你唐中怎么样？唐中你在里边能找到安逸吗？我能找到安逸，我真的能找到安逸。而且我进去就不用付房租了。我现在每个月租那小房子，好家伙，还得交钱，那房子也不大，跟那个洞穴似的，我感觉是，你知道吗？然后还得交水电费，还得自己做饭，一天我只能吃2顿。我说真是，我真不如那个什么呢，找个地方安逸安逸。当然了，就是说如果我不进监狱的话呢，但是再继续跟大家一起同行吧，继续跟大家一起同行。这个，但是主佛呢，我就觉得，其实监狱饮食对你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听说你前2天又吃了好几盘涮肉，吃了好几盘涮肉，4勺麻酱，2勺那个酱豆腐，然后没准还1勺香油还是1勺蒜呢，我闹不清楚。就是你吃这个食物，真是它这个淀粉太高，而且呢，就是说对血液也不好，对您整个的那个什么都不好。您现在走2里地都得坐高尔夫球车，肚子大的看不见生殖器，你说说这真的是很不好。男人是需要能够看见生殖器的，你知道吗？你都看不见自己生殖器，哪天没了你都不知道，你说是不是？那我看看啊。对，生酮饮食有益健康，而且那个监狱里生活很规律，而且叫你齐步走啊什么的。这个主佛齐步走，监狱警察一喊你就得齐步走，你知道吗？主佛主佛，我爱你。那我今天那个先谈到这儿吧，我说的话说的比较散，然后那个哦，你看看，快要到端午节了，这些人呐，拉起来就是一串粽子。你说这咱们这个观众还真有幽默感，我就觉得，我们正在见证索伦魔塔的崩塌。是，exactly。わかりました。そうですね。主播，你吃人血馒头吃的时间太长了，你就是那个喝血喝醉了的人。这圣经里边说喝血喝醉了的人，上帝这个烈怒的酒啊，我看你再喝下去这杯烈怒的酒，不掺水的。那个，那我今天节目先做到这儿，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撒由那拉。